第4章转世句，第521节，1970年3月30日，星期一晚9点08分。你们自己的环境所包括的，远比你们可能假设的要广得多。早先我说到你们的环境，只就你们日常的物质生存及你目前有关的周遭之物而言。实际上，对你们更大更广的环境，你们所知甚少。把你现在的自己当作是戏里的一个演员，这难说是个新的比喻，却是一个合适的比喻。背景是设在20世纪，你和每个其他的参与者创造了道具、布景与主题。事实是，你们编写、制作并演出整出戏。但是，你如此专注于你的角色中，如此被你所创造的实相激起兴趣，如此被你的特定角色的问题、挑战、希望与忧伤所迷，竟忘了他们是你自己的创作。这出感人至深的戏，连同它所有的快乐与悲剧，可与你的目前生活、目前环境相比拟，不论是在个人或全体来说。但同时还有其他的戏在上演，在其中你也有角色要演，这些戏各有其背景及道具，而且在不同的时期发生。一个也许叫做12世纪的生活，一个也许叫做18世纪的生活，或在纪元前5世纪，或在纪元3000年。你同样也创造了这些戏剧，并且在其中扮演角色。这些背景也代表了你的环境，环绕着你的整体人格环境。但是我说的是参与这个时代戏的那个部分的你，而你整体人格的那特定部分是如此的沉浸于这场戏中，竟不知觉你还同时在演其他的戏。你不了解你自己的多次元实相，因此当我告诉你你在同时过着许多不同的生活时，仿佛是很奇怪或不可思议。你很难想象同时身处2个地方，更别说同时身处2个或更多个不同的时代或世纪里。简单的说，时间不是一连串的片刻。你所说的话、所做的动作似乎是在时间里发生，就像椅子或桌子似乎占据了空间，但是这些表象是你预先布置好的复杂道具的一部分，而在剧中你必须接受这些当作是真的。且让我拿下午4点做个更近的例子。你可以对一个朋友说，我下午4点和你街角见，或在一个饭店见，喝杯酒，聊聊天，或吃顿饭。你的朋友就会很精确地知道他在何时何地能找到你。这件事会发生，虽然下午4点并没有基本上的意义，只是一个经过协定的指定。如果你喜欢，可称为君子协定。再举例说，如果你在晚上9点去看戏，但戏中的情节是在晨间发生的，而演员们正在吃早餐，你便接受戏里所指的时间，也假装那是早上。你们每个人现在都参与了一个大得多的演出，在其中你们都同意某些基本假设，把它当作戏能在其中发生的架构。那些假设是：时间是一个接一个的一连串片刻，有个客观的世界存在，非由你们自己创造，也不受你们知觉的影响。你们被束缚在你们所穿戴的皮囊之内，以及你们是受时空限制的。为同样的理由而接受的其他假设包括：所有的感知是经由肉体感官而来，换句话说，所有的资讯来自外界，没有资讯来自内心，因此你被迫极端灌注于戏内的活动。现在这些形形色色的戏，这些创造性的时代剧，就代表你所谓的转世的人生。基本上它们全都同时存在。那些仍然卷入这些非常复杂的所谓转世存在的激情剧研习会的人们，发觉很难看破它们。有些人可以比喻为在2次演出之间的休息期间，试着与那些仍在演出的人通讯，但他们自己只是在所谓的侧翼，也只能看得这么远。
这些戏似乎是一出接一出的演，因此这些通讯似乎更加强了时间是一连串的片刻，循着单线过去，从某个不可想象的开始到某个同样不可想象的结尾，这个错误的观念。不但就个人而言，而且就整个种族而言，这导致你们以非常有限的方式去想进步这件事。甚至连你们中那些思考过转世的人，你想，不错，人类由中世纪以来一定有进步，虽然你极怕它并没有，或你转向技术的进步，说道，至少在那个方向我们已大有长进。例如，你可以含着笑而自己这样想着，很难想象一个罗马元老院的议员用扩音器向大众演讲，而他的孩子看他在电视上的表演。但所有这些想法都极易导人入歧途。进步不是以你所想的样子存在的，时间也不是。在每出戏剧里，对个人及全体而言，都准备了不同的问题。进步与否，能以这些问题是以哪种方式被解决或没被解决来估量。在某些时期有伟大的进步，例如伟大的分支出现了，而以你的观点可能根本不把它当作是进步。在有些戏里，一般的说，每个演员似乎都在努力解决一个较大问题的一小部分，而整出戏则是为解决那较大的问题。虽然我在这儿用戏剧做个比喻，这些戏其实是极为即兴的事。演员在戏的架构之内有充分的自由，接受了以上那些假设，而并没有排演。如你在本书后面一些会看到的，是有观察员存在的。就如在任何一个好的戏剧制作中一样，在每一出戏里有一个全面的主题。例如，伟大的艺术家出现在某一特定的时代，并非只因他们生在其中，或因其条件优异。照塞斯所说，每个人选择他的轮回里每一生的时间和地点。那出戏的本身是关于将直觉性的真理实现为你所谓的艺术形式，其创造力产生如此庞大与全面性的效果，以致那戏本身会唤醒潜藏在每个演员之内的能力，并作为行为的典范。发生了精神上、艺术上或心灵上的复兴期，因为介入戏中的那些人的强烈内在焦点是朝向于那些目的。每出戏的挑战也许不同，但其伟大的主题是所有意识的灯塔，它们是作为模范用的。你可要知道，进步与时间无关，而是与心灵或精神的焦点有关。每出戏与任何别的戏都完全不同，因此假设你在此生的行为是由前生所引起的，或你在今生为前生的罪过受罚，是不对的。所有的人生是同时的。你自己多次元的人格天赋能拥有这些经验，而同时仍维持住他的身份。自然，他会受他所参与的各种不同的戏的影响。如果你喜欢，可说是有一个即刻的沟通与即刻的回馈系统。这些戏剧并非没有目的，在这些戏里，多次元的人格经由他自己的所作所为而学习。他尝试过数不清的形形色色的姿势、行为模式、态度，结果也改变了别人。你要知道，结果这个字自动地暗示了原因与结果。因在果之前发生，而这只是这种扭曲的力量以及语言性的思想天生具有的困难之一个小小例子，因为它永远暗示了一个单线的描述。你即为这种多次元的自己，你拥有这些人生，你创造并演出这些所谓的宇宙激情剧。只因你现在灌注于这个特定的角色，就以为你的整个存有就是它。你为自己制定这些规则是有其原因的。
意识是在一个变成为的状态中，因此我所说的这个多次元的自身不是一个完整且已完成的心理结构，它也是在一个变成为的状态中。它正在学实现的艺术，在它内有无量的创造泉源，无限的发展潜能，但它还没学到加以实现的方法，必须在它自身内找到方法，把在它内的那些数不清的创造带入存在。因此，他创造种种不同的情况，而在其中运作，并给自己设下挑战。有些挑战在你们来说一定会遭失败，至少在一开始是如此，因为他首先必须创造那些会带来新创造的情况，而所有这些，他都是怀着伟大的自发性与无限的喜悦来做的。因此，你创造出来的环境远比你知道的要多。每个演员扮演他的角色，集中焦点于戏里，都有一个内在的指导原则。因此，他不是被弃置于一个他自己所创造却遗忘了的戏里，透过我所谓的内在感官，他能得到知识与资料。因此，除了那些完全局限于这出戏的范围内的资料之外，他还有其他的资料来源。每个演员直觉地知道此点，而且在戏本身之中已设有某些片段，已留有余地，以便每个演员能休息而消除疲劳。在这种时候，他的内在感官告知他的其他角色，而他领悟到他是远超过在任意出戏剧中出现的自己。在这些时候，他了解到在剧本的编写上他也有份儿，而他是不受当他积极关注于剧中活动时所受的那些限制的。当然，这些时期与你的睡眠状况和做梦情形相吻合，但也有其他的时间，当每个演员相当清楚地看到他是被道具所包围，当他的洞察力突然刺穿了戏剧表面的实相。这并不表示戏不是真的，或不应拿它当真，但它的确表示你是在扮演一个角色，一个重要的角色。不过，每个演员自己必须领悟此剧的本质与他在其中的角色，他必须在戏的三次元背景的限制中实现他自己。在如此重要的制作背后，有伟大的合作，而在演他的角色时，每个演员首先得在三次元的实相中将他自己具体化。除非多次元的自己将其一部分在三次元的实相中具体化，否则他无法在其中演出。你懂吗？然后在这实相之内，他才能引起在其他情况不能出现的各种的创造与发展。可是他接着必须经由他自己三次元部分的另一次表演、另一次实现，而把他自己推离开这个系统。在他三次元的存在中，他以某种方式帮助了别人，那是只能在这情况下做到的，而他自己也受到益处，而得到了在其他情况下不能得到的发展。因此，戏的意义你内心是知道的，只是你有意识的部分演得这么好，而且是如此稳固地专注于戏的背景范围之内。你能够得知任意一生的目的，它就在你所知的有意识自己的表层下，还有各种的暗示与线索，你唾手可得你全部的多次元人格的知识。当你领悟到此，这知识让你能更快地解决问题或接受你所设的挑战，同时也打开了更广的创造区域，使得这整出戏或演出更加丰富。因此，按照你允许多次元自己的直觉与知识流过有意识自己的程度，你不但把你戏中的角色演得更称职，并且对整体次元加进了新的精力、洞见与创造性。当然，在你看来，似乎你是你自己唯一有意识的部分，因为你只认同在此特定的演出中的你。
可是你的多次元人格的其他部分，在这些其他的转世剧中也是有意识的，因为你是一个多次元的意识，你在这些实相之外的其他实相里也是有意识的。你的多次元人格，你的真正的本体，真正的你，在任何这些角色中都意识到他自己的本来面目。